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美国空军希望拥有200架下一代空中优势战斗机 NGAD。俄罗斯军事评论网站在2023年3月17号发表了作者罗曼·斯科莫洛霍夫的文章，对美国空军下一阶段装备发展进行了一些分析。文章说美国已经有专家把俄罗斯从空中潜在敌人的名单中删除了。目前只剩下中国。这些专家认为近年来解放军拥有的先进战机的数量快速增长，对美国构成了威胁。美国承认，在先进战机的生产速度和总的数量方面中国已经实现了超越。在数量规模上击败中国不太现实，因此美国空军决定提高战机的质量，注重长期的易维护、可使用性。他们幻想再建造出像 B-52这样的永葆青春、战斗力强悍的常青树。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宣称，空军希望至少拥有200架 NGAD 战斗机。每架 NGAD 战斗机应该与2架同型无人机构成飞行小队，共同随行战斗任务。美国给军工集团下达了1000架打击无人机的建造计划。其中一部分要与 F-35战斗机实现协同作战，这就是说，美国空军将拥有由1200架新型有人机和无人机构成的强大的航空力量，这是美国空军未来打击力量的基础。美国空军的这一计划雄心勃勃，但是问题很多。首先是经费从哪里来？美元很充足，这一点毋庸置疑。如果不够，他们会开动印钞机印。但是许多专家早就已经得出结论NGAD 是十分高效的新一代战机，也相当的昂贵，很可能是全球最昂贵的战斗机。肯德尔发表过官方声明NGAD 将成为在太平洋与中国作战的首款第5代战斗机，配备同型无人机的造价将超过 F-35，不迟于2030年 NGAD 将开始取代 F-22猛禽。至于 NGAD 的造价，可以谨慎地说，将比 F-35的造价高1到2倍，实际造价可能将超过3亿美元。伴随的同型无人机的造价也将是有人机版的1/2左右。F-35A 的造价是7700万美元，而新型的 F-15EX 超级鹰是8000万美元一架。如果 NGAD 有人机造价3亿美元，无人机版本1.5亿。同样的经费可以采购约6架 F-35A。根据设计的方案 ，NGAD 与 F-35A 是迥然不同。F-35A 是20世纪90年代研制的，是美国空军现役的几种战斗机的经济型的替代装备。研制 F-35用于随行多项任务，包括防空、空对地打击和直接的空中火力支援。与世界上首款第4代战斗机 F-22A 猛禽相比，F-35用途更广，因为 F-22A 只能用于夺取制空权。美军 NGAD 的研制计划不久前刚刚启动，因为宣称中国是今天的主要威胁，这就意味着首先要在辽阔的亚太地区随行战斗任务。与中国的战争将要求战术航空兵完成数千公里的转场，从小型岛屿上的遥远的基地或者是航母的甲板上起飞，投入战斗。这个就像2战的时候美国海军航空兵和陆上航空队完成的任务一样，没有什么新意。但是这个作战想定要求 NGAD 与之前的战机相比，应该拥有更大的作战半径，可以在更广阔的空间巡逻，保卫美军舰艇在太平洋上的航线，掩护美国和日本在岛屿上的这些基地。大作战半径可以绕开中国配备远程防空导弹的战斗舰艇。F-35和 F-22目前都做不到这一点。NGAD 如何实现这些功能？美国航空与航天技术周刊的编辑特里摩布尔在认真听取了空军部长肯德尔在空军协会的发言以后做了一些描述。他认为，美国空军的 NGAD 将在2万米以上的高度巡航的这么一款远程战斗机，其飞行高度比目前的战斗机要高得多。这种超音速隐身战机的机身尺寸更大，以前的战斗机可以用副油箱来增大随行战斗任务的航程，
还可以通过空中加油增大留空飞行的时间。但是副油箱和外挂的武器破坏了飞机的隐身性，使其容易被对方的雷达发现。因此 ，NGAD 不得不在机身内，在它的飞机的蒙皮下面储存大量的燃油和挂载武器弹药。美国要完成这些新型飞行器的研制和建造，总耗资呢大约需要2500亿美元，在7到10年内实现批量装备部队。听起来前景很不错。远程大作战半径的飞机，配备精良的武器弹药，还有2架高级的无人机伙伴。有人机可以携带的各种装备都可以配备在自主式的无人平台上面，可以用作辅助的火力发射装置、雷达传感器和电子对抗装备。但如果准备用来在亚太地区同解放军对抗，恐怕是找错了对手，用错了地方。NGAD 系统在实战中效果如何？它将如何在强大的对手面前发挥作用？最终，美国空军会不会大批量的采购？我们将拭目以待。可能 NGAD 会实现突破，也可能只不过是另一款 F-22。时间终将会证明一切。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